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讲的是一个大陆开货车的父亲，千里迢迢来台湾探望自己远嫁的女儿，结果却被台湾的高速公路给整得破防了。哈哈，不是说他脾气爆炸，而是彻底被震撼到，忍不住感叹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。故事的主角呢，是一个大陆河北的老爹，叫老李。老李是个典型的货车司机，常年在大陆的高速公路上跑长途，风吹日晒，啥苦都吃过。他有个宝贝女儿小丽，几年前通过我这儿认识了一个台湾小伙子，长得斯文又有礼貌，家里在台北开了个小公司，生意做得不错。两人聊着聊着就看对眼了，最后小丽嫁到了台湾。老李一开始还有点舍不得，毕竟女儿跑那么远，但想着台湾人生活讲究，女婿又靠谱，也就放心了。这次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老李决定亲自来台湾看看女儿，顺便感受一下岛上的生活。老李下了飞机，女婿开着车来接他，一上路就直奔高速公路。老李心想，跑高速他可是老司机了，大陆的高速他闭着眼都能开，台湾这小地方还能有啥花样？结果这一路开下来，老李直接傻眼了，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，嘴里不停嘀咕，哎呀妈呀，这也太高级了吧。我听小丽后来说，她爸那表情就跟乡下人进城似的，震惊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啥让他这么破防呢？咱们慢慢拆开来说，先从收费系统聊起。大陆的高速公路收费大家都熟得很，基本就是人工收费站加 ETC 两种方式。人工收费站那叫一个堵啊，尤其是节假日，排队排到怀疑人生，油门都不敢踩，生怕油钱白烧了。 ETC 呢，虽然方便点，但普及率也就这几年才起来，很多地方还是得靠人工窗口。老李跑货车的时候，没少被堵在收费站骂娘。反观台湾的高速公路，收费系统简直是另一个次元。他们早就用上了全电子计程收费。啥叫计程收费？就是按你开的公里数算钱，车上装个电子标签，经过收费门架的时候，自动扣费，连停车都不用。老李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问女婿，咦，这咋没收费站啊？不收钱吗？女婿笑着说，早就没人工收费了啦，全程电子化，超方便的。老李听完一拍大腿，这也太聪明了吧，比咱们大陆领先了10几年啊。台湾的高速收费系统其实从2006年就开始搞 ETC 了，到2014年直接全面升级成计程收费，全世界里程最长的电子收费高速公路就在这儿。老李跑了一路，愣是没看到一个收费站，车流顺畅的不得了，他感慨说，大陆跑高速老是堵，收费站一堆车挤着，收个钱还得排队。台湾这效率真是高到天上去了。我听完也忍不住点头，台湾这系统确实牛，不光省时间，还减少了人工成本，难怪大陆网友看了都眼红的想哭。再说说保护系统，这也是老李破防的重点。大陆的高速公路防护措施呢？说实话，基本也就是护栏加反光条，有些老路段连护栏都锈得不行，晚上跑起来全靠自己眼力。老李跑夜路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路边突然窜出个啥东西，防护不到位，事故率自然就高。可台湾的高速公路防护简直是教科书级别，老李注意到，路边的护栏不仅结实，还刷了高亮度的反光漆，晚上开过去一闪一闪的，老远就能看清路况。关键是他们还在容易出事故的弯道，隧道口加装了减速带和警示灯，有些地方甚至有动态电子屏，实时提醒前方路况。老李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说，这咋想得这么周到啊？大陆跑高速，晚上黑灯瞎火的，全靠自己硬扛。台湾这保护系统简直是把命都保住了。我后来查了下，台湾的高速公路防护设计真是下了血本。他们有专门的交通研究团队，分析事故多发点，然后针对性优化，连路面的材质都选得特别讲究，能防滑还能排水，下雨天都不用担心打滑。老李跑了一趟，回来跟小丽说，闺女啊，台湾这路修得太牛了，爸跑了几十年高速，头一次觉得开长途还能这么安心。这话听着多暖心啊，可见台湾在保护系统上的用心，甩了大陆好几条街。再聊聊人性化设计，这点更是让老李彻底服气。
大陆的高速公路服务区，大家都懂，条件参差不齐，有的像样点，有厕所有饭吃，有的破得跟荒地似的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老李跑货车最怕的就是憋一路尿找不到服务区，硬生生憋到怀疑人生。台湾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那叫一个贴心，老李半路上想歇歇脚，女婿带他进了一个服务区，他进去一看，差点没喊出声，这咋跟商场似的啊？干净的厕所，免费的休息室，还有便利店、餐厅一应俱全，连 WiFi 都有。服务区里还有指示牌，清清楚楚告诉你下个出口有多远。旁边还有个小公园，种满了花草，坐那儿喝杯茶都能放松心情。老李忍不住说，台湾这服务区也太人性化了吧。大陆跑高速，服务区能有个干净厕所我就谢天谢地了，这儿简直是度假啊。女婿笑着解释，我们这儿服务区都规划的超仔细，连垃圾桶都分好几类，丢垃圾还得分类，习惯就好啦。老李听完直摇头，大陆差远了，人家这设计真是为老百姓着想，发达的让人服气。我听小丽转述的时候，心里也挺感慨。台湾在人性化设计上真是细致入微，处处透着对人的尊重，跟大陆比，差距不是一点半点。接着上回说啊，老李这趟台湾之行算是彻底被高速公路给洗脑了，收费系统、保护系统、人性化设计，每一个都让他这个大陆老司机惊得下巴掉了一地。咱们上部分说到他进了服务区，跟进了商场似的，感叹台湾真是发达的让人服气。今天我接着带大家看看台湾高速公路的其他亮点，还有老李对台湾社会整体的震撼感受。最后再聊聊大陆网友听完这故事后的反应，绝对是羡慕到眼泪流满脸。先说说台湾高速公路的路况管理吧，这也是老李一路上啧啧称奇的地方。大陆的高速公路大家都知道，路修的是大手笔，里程数全球第一，可维护起来就有点马虎了。老李跑货车，没少遇到路面坑坑洼洼的地方，有的路段刚修好没2年就裂开了，补丁打得跟狗啃似的，晚上颠得他腰酸背痛。更别提有些地方施工，标志放得不清不楚，经常一脚刹车踩下去才发现前面堵了，差点没吓出心脏病。可台湾的高速公路路况管理简直是细致到骨子里。老李开了一路，发现路面平得跟镜子似的，连个小坑都找不到，车开过去稳得不得了。他忍不住问女婿，这路咋这么平啊，都不用修吗？女婿笑着说，哪能不修啊，只是人家修得勤快又专业啦。台湾这边路况有专门的巡查队，天天盯着，一有问题马上修，施工的时候还有超清楚的告示牌，告诉你前面几公里有状况，绕不绕路随便你选。老李听完眼睛都亮了，说，哎呀，这管理也太到位了吧。大陆跑高速，修路的时候啥提示都没有，堵在路上动不了才知道前面施工，气得我直拍方向盘。我听小丽讲的时候也觉得台湾这路况管理真是牛，他们还有个智慧交通系统，路上装满了监控和传感器，实时监测车流量和路况，数据直接传到管理中心，哪段路有问题立马就能派人处理，效率高得让人叹服。再说一个细节，老李特别提到台湾高速公路的标线和指示牌。大陆的标线啊，时间一长就磨得看不清了，尤其是雨天，啥都模糊一片，开车全凭感觉。指示牌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有的字小得跟蚂蚁似的，有的干脆掉漆了，老李眼神再好也得眯着眼猜。台湾这边呢，标线用的是高反光材料，不管白天黑夜都清清楚楚，雨天照样看得见。指示牌更是夸张，大字写得明明白白，还配上颜色区分，绿底白字是高速，蓝底白字是省道，连外行人都不会搞混。老李跑了一段路，忍不住夸，这标线和牌子做的也太贴心了吧。开着车一点不费脑子，大陆跑高速，标线磨没了全靠自己猜，累死人了。我后来查了下，台湾的高速公路标线和指示牌设计背后有一套严格的标准，连字体大小、颜色搭配都有讲究，专门请了交通心理学家研究，确保司机一看就懂，不容易出错。老李这趟跑下来，感觉自己开车的压力小了一半，直说台湾这路开得真舒服，比大陆领先了至少15年啊。这话可不是夸张，
台湾在细节上的用心确实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聊完了高速公路的技术层面，咱们再看看老李对台湾社会发达程度的感叹。老李一开始其实对台湾有点误解，毕竟大陆很多人觉得台湾就是个小岛，经济也就那样，哪能跟大陆比？可这一趟跑下来，他彻底改观了。从高速公路下车，老李跟着女儿女婿进了台北市区，街上干干净净，路边还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，红绿灯设计得清清楚楚，连盲人都能听声音过马路。他逛了个超市，货架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，进口货随便挑，连水果都包装得跟艺术品似的。老李看得目瞪口呆，说：“这咋这么讲究啊？大陆超市乱糟糟的，台湾这生活质量也太高了吧！”更让他震惊的是台湾的公共服务。有一天，他跟着小丽去社区办事，办事大厅跟酒店大堂似的，冷气开得足足的，工作人员态度好得不得了。递个表格还双手奉上，老李办了个临时证件，全程不到半小时就搞定。他感慨说，大陆办事得排队排到天黑，还得看人脸色，台湾这效率和服务真是发达的没话说。我听完也点头，台湾社会在公共服务上的确有一套，他们讲究效率又尊重人，连垃圾车收垃圾都有固定时间，还会放音乐提醒居民，细节里全是发达社会的影子。老李还注意到，台湾人生活节奏虽然快，但特别有秩序。路上开车没人乱插队，行人过马路都规规矩矩，连停车场都有电子屏告诉你还有几个空位。他跟女婿聊起来，说：“你们这儿咋这么文明啊？大陆路上抢道抢得跟打仗似的，台湾这社会发达的让我有点不适应。”女婿笑笑说：“习惯就好啦，我们这儿从小就教规矩，生活方便又安心。”老李听完直叹气，闺女嫁对了地方啊，台湾这日子过得真叫舒服。大陆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说到这儿，我得提一提大陆网友的反应了。老李回大陆后，把这趟台湾之行跟朋友们一说，大家听完都炸开了锅。后来有人把他的经历发到网上，标题写的那叫一个抓眼球，结果帖子火得不行，评论区直接沦陷。台湾高速公路这么牛，收费都不用停，羡慕到哭啊！大陆服务区跟台湾比就是个渣，啥时候能追上啊？保护系统这么强，晚上跑高速都不怕了，我酸了。还有人感叹，原来台湾这么发达，不是我们想的穷地方，差距15年真不是吹的。老李看着这些评论，心里也挺复杂。他跟小丽说：“闺女，爸这趟算是长见识了，台湾真不是大陆能比的。”网友们说的没错，羡慕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老李这次来台湾，最重要的当然是探望女儿小丽。小丽嫁到台湾几年了，老李平时只能靠视频跟她聊几句，心里老惦记着，想看看她到底过得好不好。下了高速，女婿带着老李直接回了家，一进门老李就愣住了。小丽住的地方是个小公寓，虽然不算豪宅，但收拾的那叫一个温馨，阳台上还种了花，厨房里电饭锅、微波炉一应俱全，连饮水机都有冷热两档。老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摸着软乎乎的靠垫，忍不住说：“闺女啊，你这日子过得比爸还舒坦啊，大陆家里哪有这么讲究？”小丽笑着端了杯茶过来，说：“爸，台湾这边生活就是这样啦，东西好用又方便，你多住几天就知道了。”那天晚上，小丽下厨做了几道菜，有台湾特色的卤肉饭，还有老李爱吃的东北乱炖。他女婿还特意开了瓶高粱酒陪老李喝了2杯。老李吃着吃着，眼眶就红了。他拉着小丽的手说：“闺女，爸以前老担心你嫁远了受苦，现在看你过得这么好，爸心里踏实了。”小丽听完也感动得不行，说：“爸，你别老惦记我，台湾这边啥都方便，你以后多来玩啊。”女婿也在旁边搭腔：“爸，你想来随时来啦，高速开车方便得很，我到时候还带你去垦丁看海。”老李一听乐得直点头，哎呀，这女婿靠谱，台湾这地方也好，爸真是来对了。这顿饭吃下来，老李心里那块石头算是彻底落地。他后来跟我说，台湾的生活方式让他特别感慨，尤其是那种细致入微的便利。小丽带他去楼下的便利店买东西，24小时营业，啥都有，连热乎乎的便当都能直接吃。老李感叹，
大陆晚上想吃口热的，得自己烧水煮。台湾这便利店也太贴心了吧！再加上高速公路的震撼，他越发觉得女儿嫁到台湾是福气，心里美滋滋的。老李在台湾住了10来天，走之前，小丽和女婿又带他跑了趟阿里山。那天高速路况依然好的没话说，沿途风景美得像画。老李坐在车里看着窗外，忍不住说：“这路修得这么好，风景又漂亮，台湾真是宝岛啊！大陆跑高速哪有这待遇？灰头土脸不说，还老堵车。”女婿笑着说：“爸，台湾地方小，但规划的好啦。你下次再来，我带你跑花莲，那边高速边上全是海，超赞的。”老李听完直点头。回大陆前还特意多拍了几张高速路上的照片，说要拿回去给朋友们显摆显摆。回到大陆后，老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他逢人就讲台湾的高速公路，讲得口沫横飞。你们知道吗？台湾高速不收现金，全电子扣费，服务区跟商场似的，路平得跟镜子一样。朋友们听完都傻眼了。有人问：“那跟大陆比咋样？”老李一拍桌子：“差远了。大陆高速修得多，但管得糙，台湾那是真发达，领先咱们15年都不止。”他还感慨说，台湾社会给他的感觉就是活得精致，不管是路还是人，都透着一股讲究劲儿，跟大陆的粗放风格完全不是一个路子。老李回来后跟我聊了好几次，每次都忍不住叹气：“丽姐啊，我以前老觉得台湾没啥了不起，这趟跑下来才知道，人家那日子过得真是细腻。闺女在那儿我放心了，就是有点羡慕，咱大陆啥时候能赶上啊？”我听完也挺感慨，作为一个红娘，我见过不少两岸联姻的故事。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文化价值观确实有差别。台湾人讲究秩序和品质，生活里处处是规划，连高速公路都能看出他们的用心。大陆这边呢，发展快是快，但细节上还差口气。老李这趟算是亲眼见证了两岸的差距。说到两岸差异，我做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深有体会。台湾人找对象特别看重生活习惯和细节，比如对方会不会规划生活，会不会尊重规则。大陆人呢，更多看实际条件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排第一，生活品质反而放后面。这也难怪老李会被台湾的高速公路破防，因为那不光是条路，更是台湾社会发达和人性化的缩影。收费系统全电子，保护系统保命又保心，服务区像度假村，路况管理细致到标线都不磨，这些东西背后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在支撑。大陆网友羡慕的哭不是没道理的。最后说说大陆网友的后续反应吧。老李的故事在网上火了之后，评论区简直炸了锅。台湾高速这么牛，我酸了，啥时候大陆也能这样啊？服务区有 WiFi 还能分类垃圾，大陆差了108000里。原来台湾这么发达，不是穷乡僻壤啊，羡慕到想哭。还有人直接喊话，求国家快点学台湾，把高速搞得好点吧，堵车真的要命。这些评论看得我既好笑又心酸。大陆的高速公路确实还有进步空间，台湾的发达不是1天2天练成的，人家几十年的积累，真不是吹的。老李后来还跟我开了个玩笑，说：“丽姐，你下次给人介绍对象，多推推台湾男吧，生活质量高，闺女们嫁过去不吃亏。”我哈哈一笑，回他：“老李啊，台湾男不好找，但你说的对，台湾那边的确是块宝地，发达的让人眼红。”这趟台湾行不光让老李长了见识，也让我这个红娘对两岸的差异有了更深的感悟。高速公路的差距其实就是社会发展的差距，老李破防的值，网友们羡慕的也值。故事讲到这儿就差不多了，大家听完啥感觉？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既感动又感慨？台湾的高速公路也好，社会也好，真的是细节见真章，大陆要追还有的努力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听我唠嗑，下次再给大家讲别的相亲故事，记得订阅哦，咱们下期见。